你是不是也听过每天走1万步活到99的说法？近年来，许多人把每天1万步当成养生铁律。然而真相是，1万步其实不是医生定的标准，而是源自1965年的日本计步器宣传。当年日本一款名为万步计的计步器风行，把日行1万步包装成健康口号，从此深入人心。但科学研究发现，对某些人来说，一天1万步并非必要，甚至可能有反效果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，盲目追求高步数，反而可能在毁膝盖。医生发现，一味的长时间快走，反而让膝关节过度磨损。人的膝盖软骨不像皮肤会再生，磨损属于一次性用品，磨没了就回不来。很多长者每天咬牙爬山走路，看似勤奋，结果膝盖疼，腰也痛。从中医角度看，老年人过度剧烈运动还会耗损宝贵的阳气。阳气就像人体的火力和电量，过度消耗只会让身体更虚。那么，难道养生就只能辛苦的暴走流汗吗？其实，聪明的养生在于巧劲。我们可以透过经络穴位来调动全身，而不必每天暴走1万步。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懒人长寿法，不用跑，不用跳，坐着轻轻啄几下自己脸上的开关，就能激活气血循环，达到胜过快走的效果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吧？但这正是中医的智慧。中医有句话，有诸内，必行诸外，体内的健康状况必然反映在外表上，而脸部往往是身体内在状况的第一面镜子，气色红润或蜡黄，眼周饱满或青黑，都透露出五脏六腑和经络运行的情报。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会发现一个残酷现实，斑点越来越多，皱纹越来越深，气色暗沉，没光彩。不少人砸大钱买保养品往脸上涂抹，却只是暂时润泽皮肤表面，停用后问题依旧。其实在中医看来，脸上的问题根源不在皮肤，而在于里面出了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体内经络堵塞，气血上不来了。大家或许不知道，头脸部是人体经络汇聚之地，素有诸阳之会之称。人体所有阳经，6条阳经几乎都上达头面部，尤其是足阳明胃经等多气多血的经络，更是循行整个面部。正因为如此，脸部的气色好坏直接反映出经络中气血的充盈与否。当经络通畅，阳气上达头面时，我们脸色红润有光泽；反之，阳气不足或气血运行不畅，脸上就容易长斑，出现黑眼圈和皱纹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苍老。想象我们体内的经络网络如同自来水管路，脸部则是管路末梢的喷头。如果水压不足，管路堵塞，脸上当然供应不良，皮肤得不到滋养，就开始干黄长斑。要改善这种情况，就要打通管道，加大供应，也就是让更多水气血上达脸部来滋养肌肤。西医的观点看，这意味着增加头面部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。中医则说法更生动，提阳气，通经络，把脸部的气血开关打开。一旦这个开关打通，源源不绝的气血就会直达面门，黑眼圈会淡化，黄气会消退，皱纹也会在滋养下逐渐舒展。或许你会问，难道轻轻按几下脸就能有运动那么大的作用吗？别忘了，我们快走、跑步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心跳加速，全身血液循环变快，进而把氧气和营养送到全身各处。而脸部穴位按摩其实是定点提高局部供血，直接把血液引流到脸上需要的地方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简单的脸部按摩就能让皮肤血流量显著上升。按摩后10几分钟，皮肤微循环都保持在高水平，同时适当刺激面部的神经末梢，还能让人放松身心，减轻压力，有助于睡眠和内分泌平衡。这些对皮肤健康也大有裨益。所以按摩脸部穴位等于内调外养一起做，既调动了身体内在的气血运行，又滋养了外在的肌肤。怪不得老中医们说，脸上有许多美容开关、健康开关，找对方法按一按，就能让你好气色由内而外散发出来。既然脸上藏着开关，该怎么打开它们呢？这就要说到今天的主角朱雀三啄。
听名字颇为神秘，其实它是一种源自中医的古法养生按摩功法。为什么叫朱雀三啄？朱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象征火和南方的神鸟。传说中的朱雀红光闪耀，浴火重生，而我们脸部要的正是这股火热的阳气和新生的活力。啄则形象地描述了动作要领，就像小鸟啄食般，用手指在特定穴位上轻快地点击。朱雀三啄强调动作轻快，有节奏，位置精准，犹如神鸟啄啄点石唤春，能激发脸部沉睡的阳气。这套方法据说在古代医书中有记载，属于以经络养颜养生的妙招，不少德高望重的老中医都在用。民间就有一位80多岁的中医前辈，满头银发却面色红润，几乎不见老年斑。秘诀正是每天睡前自己啄脸。著名中医师倪海夏老师也大力推广类似的功法。他提醒大家，脸上的斑点皱纹其实不是年龄使然，而是体内阳气没上来的警报。与其一味暴走伤膝盖，不如每天花几分钟啄一啄脸上的开关，把沉睡的阳气调动上来。倪老师甚至直言，日行万步不如朱雀三啄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这种懒人养生法既省力又高效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这古法三啄的奥秘，全程不需要任何道具，只要你的一双手。具体要啄哪里呢？总共有3处关键穴位，这3个穴位就像脸部的3个总开关，分管不同的电路。第一啄，打开上半脸的气血开关，唤醒大脑与双眼的活力。第二，啄打开头颈耳部的经络开关，身提肾气，驱除沉寒瘀滞。第三啄，打开面部中央的养颜开关，激发胃经之气上融头面。听起来有些抽象，别急，我们一处处来了解。每一啄包含选穴、手法和功效3部分。我们会先找到穴位的位置，然后用正确手势去啄，最后看看这么做能带来哪些好处。第一啄，印堂穴，提振阳气，淡化黑眼圈。位置，第一个开关就在额头正中2眉连线的中点处，也就是俗称的眉心位置，印堂穴。摸摸看，2眉之间有一块平坦略感凹陷的骨面，那里就是印堂。在传统文化里，这里被称为天庭或第3只眼，是相当敏感的重要部位。手法，先将双手食指指尖轻轻摩擦，搓热后放在2眉间，然后将五指并拢稍微弯曲，让食指第2关节凸起，部分对准印堂穴，像鸟嘴一样有节奏的轻轻啄击眉心。动作幅度很小，不要硬戳皮肤，而是用手指关节快速点触那个点。啄击频率大约每秒2下左右，轻快而柔和，保持均匀的节奏，连续啄动1分钟左右。如果觉得手酸，也可以改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3指指尖并拢成鸟嘴状，一起点在印堂上，一下一下叩击。同样以轻柔快速为宜，不要用力按压到疼痛，只需在穴位处产生微微的震动刺激即可。功效，印堂穴是有名的安神要穴，属于奇穴，经外奇穴之一，没有隶属于12正经，但作用强大。中医认为印堂一穴通百脉，经常刺激它可以唤醒清阳之气上升。简单理解，敲击印堂能使大脑供血增加，令人头脑清醒，眼目明亮。同时它对应眉心轮，具有宁心安神、缓解压力的效果。很多人晚上失眠，多梦易醒，就是因为阳气虚弱，心神不宁。每天睡前啄一啄印堂，能够平复心神，有助入睡。因此第一啄不仅改善气色，还特别针对黑眼圈、睡眠差的人群。熬夜之后早晨拍一拍印堂穴，加速额头和眼周的血液循环，常常会发现黑青的眼眶颜色变淡了，整个人精神度也提升起来。从西医来说，这个动作能放松皱眉肌和前额肌，减少皱纹产生。从中医讲，它打开了上半身的经络总开关，引阳气直达头顶。古人有句话，印堂发亮，人年轻状态佳，说的正是气血充足时眉心会透出光泽。坚持按摩印堂，你也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双眼变得有神，困倦倦的样子不见了。第二，啄翳风穴，引气上行，改善面色晦暗。位置，
第二个开关藏在我们的耳朵旁边，具体地点在耳垂后方，下颌骨与乳突骨，耳后那块突骨之间的凹陷处，也就是翳风穴的位置。这里摸上去是一个小窝，张口或轻轻按压时可能会有点酸酸的感觉。翳风穴属于手少阳三焦经，是头颈部重要的经络节点。手法左右手分别食指和中指并拢，轻轻放在两侧耳垂后的凹陷，先确定穴位位置无误，就在耳垂后方贴着下颌骨边缘的凹窝。找准后，同样用指腹快速而轻盈的着动。由于两侧同时操作，我们可以不像第一着那样垂直点击，而是改为小幅度画圈的方式，以翳风穴为中心，两手中指指腹贴着皮肤，一边轻按一边画圈按摩。先顺时针画小圈，按摩该穴位10圈，再逆时针10圈。画圈时手指不要离开皮肤，而是像小鸟啄木取食那样，在局部连续轻轻点摩。整个过程力度适中，以耳后感到微微胀感但不痛为宜，大约按摩半分钟到1分钟即可。功效：翳风穴的名字很形象，翳即遮蔽，风指风邪。翳风意为屏障风邪侵入的关口，常用来治疗耳鸣、听力下降、面瘫等症。对养生而言，刺激翳风穴有疏风散瘀、升清降浊的作用。这个穴位临近多条重要经络，除了本身的三焦经，它还是阳维脉一条联络诸阳经的奇经，行经之处。简单来说，按摩翳风能调畅头颈气血循环，把聚集在头部的浊气散掉，让清新的阳气上升。同时，由于三焦经在中医被视为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通路，翳风穴通畅了，很多人会感觉头脑清爽，肩颈放松，困扰的耳鸣可能减轻，颈背僵硬也有所缓解。这一着尤其适合脸色萎黄、面部循环差的人，长期按摩翳风有助提补肾气，滋养耳目，肾主骨生髓，其华再发。很多老中医说长揉耳后还能延缓白发出现呢。从气色上看，当你把耳后这对开关打开后，整个头部的气血流动加强了，脸上的暗沉之气逐渐消除，肤色会变得比较红润有光泽。不妨照照镜子，比较前后，你可能会发现按完两侧翳风穴后，气色真的有即刻的改善哦。第三，着承浆穴，通调经脉，紧致皮肤轮廓位置。最后一个开关在我们的下巴正中央偏上一点，也就是下唇正中垂直往下，在下巴与下唇交界的凹陷处，承浆穴，它位于面部正中线上，是任脉和足阳明胃经的交汇穴。用手指在下巴尖正中往上推，会感到一个小小的窝，那就是承浆。手法，这里我们换个手势，用两手拇指和食指来操作。先以双手拇指指腹轻轻按在左右两侧的承浆穴附近，其实承浆在正中一个点，但可以两拇指并排按住，而食指则弯曲支撑在下巴下方，形成好像双手捏住下巴两侧的姿势，然后拇指由下往上微用力推按承浆穴，同时拇指和食指配合做一个提拉着按的动作，像小鸟衔住猎物往外拉又松口。具体说，就是拇指按在承浆处，食指在下方托着，两指微微用力一捏一放，有点像在掐揉下巴的感觉，但动作要小而快速，连续进行这种提拉着按20下左右，动作不要太猛，以免拉扯皮肤，只需让局部有轻微的牵动和压力感就好。做完后松开双手，活动一下下巴。功效，承浆穴名字很美，承是承接，浆指津液，顾名思义，此穴有承接面部津液、通调阴阳的作用。中医讲它是任脉与胃经交汇点，一方面沟通了人体阴脉总督，任脉主统全身之阴，一方面连接着肾在气血的胃经，因此被视为面部经络的大汇聚。刺激承浆能够上下沟通气血，滋润脸部肌肤。同时，承浆也常用于紧急救治昏厥、中风等，掐人、综合掐承浆都是急救手法，可见它对唤醒人体阳气有特殊效果。对我们日常来说，经常按摩承浆最直接的效果就是美容，它能促进口周围的血液循环，
改善嘴唇和下颌的松弛状态。很多人上了年纪会出现法令纹加深、口角下垂、下巴轮廓不明显。坚持做沉江穴的提拉着按，可以增强面部下半部肌肉的弹性，改善法令纹、木偶纹，预防双下巴和下垂嘴角。此外，通过任脉这一阴脉之海，刺激沉江还有调节内分泌的作用，对更年期皮肤肤质变差、长斑长痘的情况有辅助改善效果。中医有句话，脾胃主肌肉，而胃经又经过面颊，沉江属胃经要穴，长期按摩可以说是在给面部肌肉做有氧运动。难怪不少人在做第三着一段时间后，感觉脸部线条更紧实了，笑容也变得有朝气。以上就是朱雀三着的3个步骤，可以看到每一着各有侧重，眉心印堂，醒脑提神，耳后益风，疏风提肾，下巴沉江，通任养颜，三者合一，从上中下3路共同打通脸部经络网，把该上的阳气全都调上脸来。每天这样着一着，大约5分钟就能做完，不需要一滴昂贵精华，却胜过无数保养品的功效。而且这套方法男女皆宜，老少皆可。年轻人用它解决熬夜、脸黄、黑眼圈，中年人用它舒缓压力、提亮肤色，老年人则更应该用它代替过度的运动，强身健体的同时养护膝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上述3个穴位，一些中医美容达人还提出了另一组美颜三着穴位，可以和朱雀三着搭配使用，效果相辅相成。如果你时间充裕，不妨2组穴位交替刺激，覆盖更加全面。迎香穴位于鼻翼两侧的笑纹凹陷处，轻叩迎香穴能促进面部血液循环，驱走暗黄气色，特别对应熬夜后皮肤蜡黄、鼻头暗沉等问题。四白穴在眼睛正下方，瞳孔垂直往下，与颧骨交界的凹陷就是四白穴。按摩四白穴可以淡化色斑和黑眼圈，被誉为美容要穴，对缓解眼袋、细纹也很有效。地仓穴位于嘴角旁约1指宽处，微笑时嘴角旁的凹点，提拉按压地仓穴能减轻法令纹，紧致口周肌肉，防止脸颊下垂，令笑容上扬更年轻。这3个穴位着重于面部皮肤的光泽紧实，和之前朱雀三着的穴位一并配合，相当于给脸部做了一场全方位的经络 SPA。 例如，你可以上午花几分钟拍打迎香、四白、地仓3穴，激活容颜，晚上临睡前再做印堂、益风、沉江三着，安神养气，一张一弛，既美容又助眠，循环利用效果更佳。当然也可以隔天轮换或依照自己需求自由安排，重点在于持之以恒，只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坚持，脸庞的改变将日积月累的出现。光靠按摩外调还不够，我们还要配合调理身体，才能让经络畅通，气血充盈，事半功倍。以下几个生活中的养生小妙招和朱雀三着一起搭配，能让你的好气色更上一层楼。养颜茶饮滋养气血，可以每天泡一杯红枣枸杞茶来补气养血，或者玫瑰蜂蜜茶疏肝解郁，美颜润肤，由内而外调理，提供脸部皮肤所需的营养和活力，避寒保暖养阳气。天冷时注意脸部不要直吹冷风，平时洗脸或按摩前可以先用温热毛巾热敷脸部1-2分钟，帮助毛孔张开，循环变快，这样着脸的效果会更明显。同时身体也要注意保暖，头部和脚部尤其不能受寒，因为寒主收引，会让气血更不容易上达。饮食调理健脾胃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建议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，多吃些温热食材，例如山药、红豆、黑芝麻、核桃等，能够健脾补肾，帮助体内阳气蓄积。脾胃好了，脸色自然红润有光泽，心情放松减压。压力大、常生闷气的人往往气滞血瘀，上脸也容易长斑长痘。保持愉快的心情对容颜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保养品。每天抽空做做深呼吸，配合朱雀三着闭目冥想几分钟，让身心处于放松愉悦的状态，内分泌平衡了，皮肤状况也会跟着稳定。生活细节的调养，加上经络按摩的刺激，内外兼修，才能把我们脸上的这张健康名片保养好。当然，
规律作息和充足睡眠仍是美容的不二法门。千万不要因为有了小妙招就熬夜透支身体。朱雀三啄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，如果再配合早睡早起，那真是如虎添翼。在实践朱雀三啄时，还有几点需要注意，以确保安全有效。练习时间建议选在清晨起床后或晚上睡前进行，效果最佳。早上做能振奋阳气，一整天容光焕发；夜晚做则安神助眠，通经络，防止夜间气血停滞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饭后1小时内先不要按揉脸部穴位，因为刚吃饱，血液多集中于消化道，此时按摩可能影响消化或引起不适。力度拿捏，强调再次，动作一定要轻柔，每一下着击都应该是点到为止，让穴位处有微微酸胀或温热感就够了，千万别用力戳到淤青或拉扯皮肤，以免适得其反。脸部皮肤比较娇嫩，用力过度反而可能拉出皱纹，所以宁轻勿重，循序渐进。刚开始时手法可以稍轻，熟练后再略微加大力度也不迟。总之以自己感觉舒适无痛为准。禁忌情况，如果脸部皮肤有明显的伤口、溃疡或者正在长严重的青春痘、脓肿等感染性问题，暂时不要按摩这些部位，以免加重发炎或扩散感染。另外，刚做完全脸医美治疗，比如剥壳、微针等，也不宜立刻进行拍打穴位，应等待皮肤修复后再开始。孕妇在按摩时动作更要轻柔，避开力度过大的刺激。总的来说，安全第一，有不确定的情况可以先咨询专业医师意见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这方法多久见效呢？因人而异，但重在天天坚持。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验，他连续练习朱雀三啄3个月后，原本眼周的斑点淡了许多，同事都称赞他气色红润有光泽，旁佛打了柔光滤镜一般。也有长辈在每天饭后揉一揉脸，不仅睡眠好了，血压稳了，连慢性的偏头痛都减轻了。当然，这不是仙法，不能一夜让皱纹全消，白发变黑，但一段时间下来的细微变化会慢慢积累，最终成为肉眼可见的改变。正如中医强调的，续尽如常，每天累积一点阳气和气血，身体状况就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最难得的是，朱雀三啄这种不花钱的小妙招，安全自然，没有副作用。与其一味迷信昂贵的保养品或冒险的医美，不如试试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结晶。当你双手啄动自己的脸庞，其实也是在跟身体对话，提醒自己重视内在的调养。那种气血在脸上慢慢苏醒的感觉，将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潜能。既然这么多好处，现在就行动起来吧。放下手机，对着镜子，抬起手指，给自己来几下。朱雀三啄，每天坚持5分钟，小小的啄动将带来大大的改变。当光洁红润的气色取代了蜡黄暗沉，当紧实饱满的脸庞赶走了松垮皱纹，你会由衷感叹这简单动作的奇妙功效。养生其实一点都不难，有时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从今天开始，养成啄一啄的习惯，让气血奔跑在经络的高速公路上，为你的青春活力保驾护航。最后提醒一句，养生重在持之以恒，贵在内外兼修。走路固然锻炼身体，但经络按摩能挖掘你身体更深层的潜能，两者相辅相成才是王道。所以别完全不运动哦，适度的散步配合我们的朱雀三啄，效果将比单打1万步更胜一筹。愿大家都能掌握这懒人养生的小秘诀，轻轻松松养出好气色、好精神，每天都相随。现在就让我们像朱雀一样啄出年轻，啄出健康吧。